净身出户那晚，我一个人在街上游荡，恰巧看到路边的一则小广告，给孩子招后妈，年龄长相不限，对孩子有耐心，包吃住这一项吸引了我。当晚我拖着行李包上门，走进首富家，后来前夫施舍般问我，陈念，你知道错了吗？4岁的小霸王怒道，错什么错？我妈天下第一对。首富揽住我的肩膀，我的太太即便错了也是对的。言情佳作会成册订阅告白，言情不错过精彩故事，现在开始。我没想到在电线杆上贴小广告的竟然是首富家。此刻我站在别墅门口，身旁是姿态高傲的管家。我们先生是为了给孩子招后妈，不是为了给自己找妻子，你要记住这一点。我们先生条件好，你不要动不该有的心思。我微微垂着头，目不斜视，深深感叹，这份工作实在太适合我了。说白了，不就是给孩子招一个高级保姆吗？我上午才离的婚，这会让我改嫁，我属实没有这个心思。但是照顾孩子能有个安身落脚的地方，我就不用花钱租房子了。这对于此时困窘的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我恭敬的点头，我明白，我绝对不会有不该有的心思。管家点头，将我带进餐厅。巨大的长条餐桌旁，一对年轻父子正在进行一场拉锯战。深沉的男人端着饭碗跟勺子，面色不愉。忧郁的男孩咬着唇部松口，不甘示弱。时间好像静止了许久之后，男人叹了口气，率先败下阵来，气馁地放下饭碗，骨节分明的手捏了捏眉心，低下身，就吃一口，小小的一口，不行吗？管家上前，先生又来了个应聘者，今天这个看起来倒是很本分。男人缓缓转过身，他穿了简单的黑色西裤和白衬衫，衬衫解了最上面一颗扣子，隐隐露出锁骨暗影。衬衫挽至臂弯，冷白色的小臂结实有力。他这张脸，我曾在财经新闻上看到过，过分英俊瞩目，所以见一次就不会忘记。刚才我还暗暗担心会不会被骗，现在看到他这张脸，彻底放下心来。这样身份的人，绝没有理由花心思骗我这种落魄的离异女人。男人深邃的目光淡淡掠过我，声音掺了一丝疲惫，你叫什么名字？我猜他应该是忙完一天工作，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就来喂孩子，却遭受重创吧。大概喂孩子对他来说比签几十亿的大单还要难。陈念，我说。他微不可察的点点头，将饭碗递给我，你来试试。男人说完，起身一步到沙发上，好整以暇的抱着胳膊看我。这应该就是入职面试了吧？我一定得好好表现，如果能留下来，至少今晚就不用睡桥洞了。我端着饭碗，弯出一抹自认为慈爱的笑容，朝男孩走去。可是还没等我走2步，男孩嗖地钻到了桌子底下，只露出一双黑黝黝像葡萄般的大眼睛，怒冲冲地朝男人喊道，我不要，你让他滚，我才不要他喂，他们都是坏女人。看来在我之前，男孩已经接触过不知道几任后妈了，那我更要好好表现了。我打眼一扫，发现屋子里随处可见奥特曼，随即有了主意。我拿几个奥特曼放在桌子下面的男孩身边，笑着开口道，你放心，我不是喂你，我是要喂迪迦跟赛文，你不用担心说吧。我有模有样的给奥特曼喂起饭，多吃点，吃饱了才能拯救世界。不爱吃饭的小孩，细胳膊细腿，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怎么保护人类呢？哦，你要吃青菜呀，
对吃了菠菜才有力气。男孩委屈巴巴地趴在一旁，像是被遗忘一样。他吧唧了几下嘴巴，我都装作没看见。直到他急得鼻尖发红，快要哭出来，我才像刚发现他似的。哎呀，这里怎么还有一个宝宝？奥特曼迪迦可以把你剩下的饭菜给他吃吗？他吃了饭才能长得像你一样强壮。迪迦可以，我笑笑。好吧，既然迪迦发话了，那就分你一点吧。不过你不要吃太多哦，吃太多就会超过迪迦，他就该伤心了。男孩猛猛点头，我饭勺还没伸过去，他就一口含住，吃了好几大口后，还用眼神控诉我。你为什么不给我吃青菜？是怕我超过迪迦吗？坏女人，我回头看向男人，他的眉宇舒展，对我露出一个赞赏的笑容。当晚，我就住在了这栋别墅里。别墅有3层楼，我跟4岁的丽云宿住在2楼，厉廷深自己住3楼。管家反复交代，绝对不可以上3楼。之前就有女的不识好歹，半夜溜上去爬先生的床，被先生从窗户扔了下去。我连连点头，保证不会逾矩。虎父无犬子，首富的儿子4岁就能自己睡，这省了我很多事。第二天下午，厉廷深下班回来的时候，我正在别墅门口给厉云素喂饭。厉云素脖子里拴着一根狗绳，跟大金毛并排坐在地上，大金毛一口，厉云素一口吃得不亦乐乎。厉廷深当场黑了脸，陈念，你把我儿子当成什么了？他的声音又凶又冷，吓得我一哆嗦。哇，厉云素首先开口，爸爸，我跟陈念在玩角色扮演，你看我比金毛吃的多了，汪汪汪，汪汪汪汪。厉廷深眉头皱得更深了，缓缓看向管家，管家神色一言难尽。犹豫的开口，先生，虽然陈小姐的方法有点奇特，但是效果明显啊。之前咱们追着魏少爷都不吃，可是今天下午少爷已经吃了2碗米饭了，发誓一定要超过金毛。厉廷深一脸黑线，薄唇紧抿，冷冷地看着儿子，大口吃饭，吃菜，吃肉，喝汤。他歇了口气，那个人跟狗的餐具还是要分开用的。我立马回答，先生，放心，您家狗狗很爱干净少爷的勺子，它碰都不碰。厉廷深怔了怔，脸色一黑，转身进了别墅。厉云素一口气干了2碗半米饭，肚子胀得跟皮球似的，脖子一抻一抻的直打嗝。我只好又牵着他跟金毛在楼下花园里溜了半小时弯。才上楼，我不知道的是，厉廷深正站在2楼窗前向下看。我们看着儿子汪汪汪的跟金毛赛跑，笑得不亦乐乎。他紧抿的唇角勾起一抹久违的笑容。管家连连感叹，这个陈小姐真是邪修啊。平时不爱吃饭，不爱说话，不爱运动的少爷，才1天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先生，这次我们好像找对人了。等我上楼的时候，厉廷深正坐在1楼的沙发上，长腿交叠，气质出众。我给厉云素解了狗绳，正要领她上楼洗澡，厉廷深叫住我，陈念，我们聊聊哦。好的。厉先生，我把孩子交给管家归。举得坐到厉云素对面，你很会跟孩子相处。生过孩子，没有生过，曾帮前夫姐姐看过2年孩子。当时前夫一家觉得我挣得少，责令我辞职。我辞职后，他们又觉得我好吃懒做，所以就把姐姐家的保姆辞退，让我带孩子。厉廷深点点头，资料上说你离异，什么原因？门不当户不对。厉廷深眸色深沉地看了我一眼。昨天的招聘启事，你看到了，我要给云素找个妈妈。
这个孩子没有安全感，只愿待在家里，不愿去幼儿园。我工作很忙，所以想找一个有耐心的女人。我会跟你签婚前协议。我点头，我懂的。他们豪门都这样。虽然我上一段婚姻是自由恋爱，但是因为身份差距太大，也是签了婚前协议的。所以等感情熬没了，离婚的时候，我什么都没剩下，就连婚戒都被收了回去。何况厉廷深这样的顶级豪门婚姻更是慎重。其实我能有个安身之所就满足了，不需要领证的。我说厉廷深坚持到领证是为了云素，我想给他找一个长期的妈妈，而婚姻是最牢固的契约。我顺从的点头，那就按您说的做。你放心，我每个月会给你10万生活费，用于你的开支。这是我比较关心的问题，毕竟在这方面吃过亏。厉先生，我想问一下，如果将来我们离婚，您给我的生活费，我可以带走吗？自然那些钱是给你的。那行，夫妻生活方面我暂时没有需求。所以你还是在2楼睡好的，我也没有。就这样，离婚的第3天，我又结婚了。跟第一场婚姻一样，没有婚礼。晚饭的时候，管家特意加了几个菜。厉廷深递给我一个钻戒，我摆手说，不用的。厉廷深说，为了云素，哦，好让您破费了。当天晚上，我刚躺下，厉云素推开了我的房门，站在我门口纠结不已。怎么了？我问他，绞着手指，别别扭扭的开口，陈念，你能给我读睡前故事吗？什么？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厉云素咬了咬嘴唇，我会让我爸爸给你加钱，当然你不愿意就算了。过来，我招招手。我掀开被子，小男孩从善如流的钻了进来。当晚，厉云素看完书，在我床上睡着了。第二天一早，厉廷深听说后十分震惊，眉宇间再次露出赞赏陈念，辛苦你了。每个月我会再给你加5万块钱。厉先生，这太多了，这真的太多了。毕竟我在上一段婚姻里付出的比这多了。可是离婚的时候，却穷的连旅馆都住不起。我白天给前夫姐姐看孩子，晚上给前夫做饭，满足他的生理需求后，还要半夜起来打扫卫生。因为婆婆说，虽然咱们不差请个保姆的钱，但是陈念天天在家闲着，也不是这么回事啊。即便这样，离婚的时候，谢家却说，我享了3年的福。厉先生，您给的太多了，我挺喜欢云素这孩子的。这孩子外冷内热，很善良，我只是给他读个书，也不费什么事。正说着，突然感觉我的右手被什么温热的东西抓住。我低头发现厉云素牵着我的手，仰着头看我板着小脸，黑葡萄似的大眼睛却水蒙蒙的。没想到这么容易感动厉廷深，说之前来的女人只关心怎么讨好，我却忽视云素的感受，加5万块钱的事就这么定了，推辞不掉，我只好道谢。从那天起，厉云素就跟我形影不离。厉廷深很忙，所以很多时候家里只有我们2个人。直到那天，我需要去医院复查拿药，管家交代过厉，云素不能出别墅大门，否则会有应激反应。所以我跟他商议，在家等我，我会尽快回来。没想到厉云素抓着我的手不放，不说话，只是拿一双忧郁的漂亮瞳眸看向我。管家叹气，他是怕你走，不要他了。我摸摸他的头，我不走，阿姨看完医生就回来陪你读书。你先自己玩会儿好不好？我还要跟他解释的时候。他率先爬上了车，管家着急地问，少爷，你也要跟陈阿姨去医院吗？
厉云素沉默着，点头管家，顿时老泪纵横。苍天有眼，保佑厉家。医生说我的抑郁症这段时间有所好转，鼓励我继续积极保持。放松心情临走，又给我开了一堆药。从诊室出来，厉云素别扭地问陈念，你生病了吗？阿姨不好好吃饭，所以生病了。云素可千万不要跟阿姨一样啊。那你会不会疼？她的大眼睛里全是担忧。如果你疼的话，我可以给你糖吃。说着，她从兜里掏出一颗巧克力，放在我的手心。吃了糖就能忘记疼，爸爸告诉我的。望着她纯真又关切的小脸，我的泪水毫无预兆地落下。在谢家3年，我一哭，他们就说我做小门小户，配不上少奶奶的生活。我说我有抑郁症，谢思说我矫情，故意惹他心烦，给他添乱。就连我照顾了2年多的小外甥，也在离婚的时候骂我丑人多作怪。可是这个面容冷峻的小孩，却愿意拿出自己最喜欢的糖果关心我。我一下没忍住，将厉云素抱进了怀里，小小一团，安安静静缩在我的怀里，还用肉肉的小手拍打我的后背。陈念，我一定好好吃饭，等我长大了就可以保护你了。我破涕为笑，那你可要快点长大。等我们2个红着眼圈从医院出来时，门口停着一辆低调的迈巴赫。厉廷深正斜倚在车边，身材修长挺拔，面容冷峻金贵，立马吸引了众多目光。我牵着厉云素的手走过去，厉先生，您怎么来了？厉廷深将儿子抱起来，看着儿子镇定自若的模样，眼圈一红，声音都有些阴哑。我听管家说，云素跟你出门了，我不放心，就来看看。厉云素趴在厉廷深怀里，抓着我的手，爸爸，只要我跟陈念在一起，你就可以放心。厉廷深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点点头，爸爸知道了。当晚，厉廷深又要给我涨生活费，吓得我连连拒绝。他又问陈念，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我纠结了半天，说您可以帮我询问一辆2手车吗？总价5万左右的，这样我出门比较方便。厉廷深说，你可以去我车库随便选一辆，您车库里的车最便宜也要200多万，我不敢开。厉廷深点头行。第二天一早，厉廷深的豪车旁停了一辆5万块钱的50宏光，他还请了一位据说全球知名的心理医生来家里给我的诊断结果跟医院一样，只是给我开的药全都换成了之前我不舍得用的进口药。医生临走前嘱咐厉廷深，厉先生，您太太需要家人的陪伴，别给她太大压力。厉廷深点头，我记住了。第二天我就开车带厉云素出去玩了。他以前没有安全感，外面的一点惊吓就能让他歇斯底里，所以他去过的地方非常少。现在我要带他多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们先去了游乐场，又去了菜市场，小豆丁跟在我身后，帮我提着一条活蹦乱跳的鱼，英俊的小脸绷成一条直线。陈念，我不要拿，可是我手里东西太沉了，你帮帮我可以吗？我装可怜道。厉云素咬咬牙，将鱼举得远远的，要多嫌弃有多嫌弃，嘴上却说，好吧，我就帮你这一次，下次别再买鱼了。我偷偷的笑。等我们到了停车场，却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陈念是谢思源，我前夫。他一身笔挺西装，头发一丝不苟，很是英俊潇洒。时隔1个多月，再听到这个声音，我的心不受控制的一缩。我跟谢思源是大学的时候在一起的，毕业后他排除万难将我娶回家。我在原生家庭里受到很多冷落，谢思源在婚礼上发誓要护我一生。
只是后来他接手家里的事业后，越来越觉得我拖了他的后腿，不能为他的事业带来助力，就开始挑三拣四让我辞职，让我照顾谢家一家老小的生活，让我给他姐姐看孩子，看他一家脸色。这些我都能忍，毕竟我们是因为爱情结的婚，我在原生家庭也没得到多少爱，现在不过是换了个环境而已。只是后来我撞见谢思源在高端会所搂着一个打扮艳丽的女人亲，我的情绪再也压制不住，我哭我闹，我要他发誓再也不这样做。整个谢家都觉得我小题大做，觉得我不识好歹，哪个成功的男人不是左拥右抱？谢思源甚至说我现在的样子都是他惯出来的。从那天开始，我们便开始了冷战，他不再回家，拉黑了我所有的联系方式。我的病情加重，医生叮嘱我不要再受任何刺激了。万念俱灰下，我提了离婚。谢思源以为我在用婚姻要挟他谢家人，都对他说不能让我得逞，否则以后更蹬鼻子上脸。他当即让律师拟了一份离婚协议，要我净身出户，我毫不犹豫地签了字。4年恋爱，3年婚姻戛然而止。此时我还沉浸在过去的悲伤当中，谢思源已经朝我走来。他看了眼我手里的菜，又看了看一旁的厉云素，目光最后落在我身旁的五菱宏光上，眼中透出一缕轻蔑勾唇，笑道：陈念，你一个985的大学生，竟跑去给人家当保姆，你怎么想的？不关你的事，陈念，你怎么还不懂？自打你嫁到谢家那天起，你就不代表自己了，你代表的是我们谢家的脸面。谢思源，我们已经离婚了，我现在跟你们谢家没有半毛钱关系。谢思源眼中的嘲弄更甚陈念，离婚后你就是我前妻，别人说起你照样会提到我，你别这么丢我的脸行吗？你做事能不能过过脑子，别整天意气用事。我不想再听他的这些话，更不想让这些话污染了云素的耳朵。我当即牵起厉云素的手上车，谢思源却一把拉住我的手。陈念出来这么多天，吃了不少苦吧？是不是怀念在谢姐当少奶奶的生活？了，如果你承认自己的错误，真心改正我，可以考虑跟你复婚。我跟外面的女人都是逢场作戏，妻子这个位置我目前还没有考虑，别人至今给你留着。只要你肯改改你的臭脾气，低头跟我家里人道歉。我一把甩开他的手，不用留了，那个尊贵的位置谢总给别人吧，我不稀罕。回去的路上又有一个号码给我打电话，是谢思源的小外甥，我细心照看了2年的孩子。虽然我把谢家人都拉黑了，却唯独留着他的号码。我觉得孩子本身是没错的，错的是引导他的大人框，且照顾了2年，我觉得我们之间有感情了。魏康康，我调整心情，让声音尽量听起来温柔。陈念下堂父，我妈妈要跟你说话。康康用恶劣的声音叫嚣道，我的一腔温柔生生被堵在了嗓子眼。然后谢思源大姐接起了电话。陈念，我听思源说你给人家当保姆去了，你能不能有点大局观念？你这么做不是直接打思源的脸，打我们谢家的脸吗？叫人家背后怎么看我们谢家？陈念，不怪我看不上你，你真是一如既往的自甘下贱，上不了台面。我挂断拉黑，将车子停靠在路边。我终于控制不住情绪，伏在方向盘上，放声哭出来。不知过了多久，长久以来积压的郁气终于消散的差不多，我才疲惫的直起身，却仍旧感到深深的无力。陈念，给你纸擦擦力。云素突然开口，
我才想起厉云素还坐在后面的安全座椅上。此刻她正眼巴巴地看着我小手里递过来一张纸巾。对不起，吓到你了吧？我尽量让唇角上扬，管家反复跟我交代。厉云素受不了刺激，我生怕刚才那一幕会给她留下童年阴影。厉云素却缓缓摇头。陈念，我不害怕，你可以慢慢哭。我等你大人哭鼻子，不丢脸我不会笑话你的。我被这童言童语逗笑。谢谢你啊，小暖男阿姨，哭够了，以后都不会再哭了，咱们回家。晚上我因为状态不太好，早早回了房间。门上响起叩叩声。陈念，我可以进来吗？厉庭深问我，刚洗完澡，头发还没干，仔细拢了拢浴袍，确认没有不该露的地方，才开口进来吧。厉庭深穿了一身浅灰色家居服，漆黑的发丝松松垂落额头，身材挺拔，多了几分清俊。他坐在我床边的椅子上，看了一眼我如湿的头发，不自然地转头，开始打量这间客卧。衣帽间里的衣服怎么没见你穿过？他问。那些衣服太贵重，我不习惯。嫁进谢家一场，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是自己的圈子，不能强行融入，否则被赶出来的时候会很狼狈。我虽然跟厉庭深领了证，但是本质上只是一个高级保姆。哪有保姆穿限量款裙子的，跟李逵簪花有什么区别？厉庭深不解释，衣服的款式不合你心意吗？如果你不喜欢，我让设计师来家里给你定做。我慌忙摆手，不用不用。厉先生，我每天除了带云素，也没有场合穿那种衣服，真的不需要。他默了几秒，开口问我，听说你今天遇到你前夫了？你前夫姓谢，是做医疗器械那个谢家吗？我正想来事，厉云素告诉了他，抿唇，点点头，是那个谢家，不过都是过去的事了。他看出我不愿多谈谢家，于是转移话题。陈念，自从你来家里，云素开心了很多，谢谢你。他的道谢很真诚。漆黑的眸子紧紧看着我，我有些不自在。您给了我那么多钱，这是我应该做的。陈念，你可以向我提要求，我应该都能满足你。他又说，厉先生，我什么都不需要。厉庭深又沉默了一瞬，手指下意识攥了，点头离开。最近厉庭深下班回来的很早，每天晚上陪我跟厉云素一起吃饭。吃完饭，有时还跟我们一起玩亲子游戏。他一个首富这么反常，我很担忧他不会破产了吧？我倒是不担心他破产，我担心我每月15万的工资没了。厉先生，您最近怎么回来这么早？你要是有事就去忙，云素有我呢。厉庭深拿起一块红色积木，神情自然道，医生说你需要家人的陪伴，现在我跟云素就是你的家人，要肩负起责任，我们算哪门子家人啊？我心里暗想，但我不敢说。其实云素陪我就可以了，医生说我状况好转，很大程度是因为云素。厉庭深抬眼看我那一眼，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我没多想，牵起厉云素的手，走阿姨，带你去读书。爸爸还要工作呢。厉云素乖乖被我牵着走，漆黑的眸子却瞪了厉庭深一眼，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那一眼里竟有些恨铁不成钢。陈念，厉庭深忽然叫住我，怎么了？厉庭深耳根竟然有些红，他轻咳一声，明晚我要参加一个宴会，要求必须带女伴，你可以陪我去吗？我眨眨眼，你因为时间紧张在找别人，有点来不及，我可以给你出场费。他说
还有1天的时间。以他的身份还找不到一个女伴，但我没有深究，毕竟有出场费可以拿，我又不傻。我点头可以的，只是我不太懂你们的社交礼仪，不会给你丢脸吧？虽然谢家也是豪门，但是这种出席高端场所的机会，谢思源是从来不带我的，因为他妈说我是个上不了台面的空花瓶，浑身上下都是小家子气别，出去丢人了。厉庭深眉间放松下来，你只需要跟在我身边就好，其他的不用担心。管家乐呵呵道，陈小姐，你不用懂社交礼仪，咱们先生就是社交礼仪好吧，这点我没有异议。毕竟厉庭深是本市最有话语权的男人了。第2天中午，家里就来了设计团队，说是团队因为有5、6个人，大多是外国人，有的负责衣服，有的负责妆容，有的负责发型。他们聚在一起讨论了半天，很专业的样子，可见首富家牌面有多大。我顿时有些紧张起来。厉庭深下班回来接我，他看到我的一瞬，眼中闪过一抹惊艳。厉云素牵着我的手，骄傲地问爸爸，你看陈念多漂亮。厉庭深纠正说，叫阿姨。厉云素扭头一哼，不搭理我，摸摸他的头，没关系的，你叫我陈念，让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今晚是一场慈善晚宴，本地知名的企业家、名流全都来了，大家争相来跟厉庭深说话，话题很容易从我引起。厉总这位漂亮的女士，是我担心她为难，主动开口，我是厉先生的朋友。厉庭深却泰然自若道，我太太。陈念众人忍不住一阵恭维，搞得我脸红到脖子根，十分尴尬。厉庭深捏了捏我的手，轻声在我耳边问，陈念做我太太很丢脸吗？竟然叫你说不出口，好闻的酒香喷洒在我的耳边。我紧张道，不是的，您别误会，我是怕给您丢脸。厉庭深眸色深深沉念，无能的男人才会觉得自己的妻子丢脸。他眸光深沉，像是燃着一簇火光，逼得我不敢直视。我去拿杯饮料，而后落荒而逃。我没想到会遇到谢思源，他竟然没带女伴。厉庭深不是说必须带女伴吗？谢思源看到我，明显一愣，径直朝我走来。陈念，真的是你？我刚才都没敢认，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漂亮，震惊到我了。我后退几步，跟他拉开距离。谢思源又说，陈念，那天我姐给你打电话，不是我的意思。其实我答应离婚，只是怕你性子骄纵，想要小小惩戒你一下而已。我没想过真的跟你分开。陈念，只要你肯跟我妈和我姐低头认个错，我就答应你复婚。最近谢家生意遇到一点问题，我忙得焦头烂额，你就懂事点，别跟我闹了好吗？谢思源自以为体贴的朝我走近，拉住我的手。我太熟悉他的手段了，打一棍子，给一个甜枣，将天真的我牢牢掌控在手里。可是我已经不是当初的陈念了。我一把抽回手，谢思源既然离婚，我就没想过复婚。我陈念这辈子，即便是睡桥洞要饭，都不会要到你们谢家。谢思源唇角勾起一抹嘲弄的笑，陈念，你还是不知道错，还这么犟，看来还是吃的苦不够多，等你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再来求我吧。正说着，厉庭深朝这边走来，谢思源神情立马严肃起来。陈念，我们的事情待会儿再说，我现在要跟一个大佬谈正事，你别影响我。说罢，他殷勤地走向厉庭深，弯腰递上名片。厉总，我是谢氏医疗的谢思，原关于您不再使用我公司医疗器材的事情，我想再向您争取一下。
我们谢氏医疗过去5年都是厉氏集团主要医疗器材供应商。可是您突然说停止跟谢氏合作，请问是我们哪里做的不够好吗？厉总，您觉得我们不足的地方，只要您指出来，我们一定改正。谢思源弯着腰，笑容谄媚地看向厉庭深。厉庭深深邃的眸子望向我，沉念，你觉得呢？我应该给他这个机会吗？谢思源眸色一紧，陈念跟他有什么关系？厉总，您有所不知，陈念是我前妻，不知道他今天是怎么混进来的。他肯定是想求我跟他复合，才想尽办法跟我装作偶遇。他就是一个家庭主妇，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厉庭侦探都没看谢思源一眼，坚持问陈念，你说我听你的。谢思源听到这句话，脸色一正。我淡淡道，刚才谢总让我不要影响他谈正事，我就不发表意见了。谢思源有些恼怒，男人的事你当然发表不了意见。果然是小民出身，难登大雅之堂。我皱了皱眉，还没开口。厉庭深淡漠道，陈念不愿发表意见，大概是没看上谢氏医疗谢总，恕我无能为力。下一秒他揽住我的肩膀，带我离开谢思源，站在原地还有些没搞懂状况。这时有人走过来，拍拍谢思源，谢总，你得罪过厉总的太太，那你可是踢到钢板上了，这是这么多年唯一出现在厉总身边的女人啊，厉总太太怎么可能？她就是谢家的一个保姆而已。谢思源冷嗤道，就那天他在菜市场见到的情景。陈念的工作也就是开着买菜车伺候厉家小少爷罢了，真以为穿上高档礼服就能冒充尊贵的厉太太了。唉，好言难劝该死的鬼纳人，叹气离开这场慈善晚会。厉庭深竟以我的名义拍下了价值上亿的藏品，用于慈善事业。结束后，众人纷纷围上来对我献殷勤。厉太太，下周我们有一场茶话会，能邀请您赏脸参加吗？厉太太，我老公在投标厉氏的项目，还望您在厉总面前美言几句啊。我没有经历过这种场合，又担心给厉庭深丢脸，所以多喝了几杯，最后还是厉庭深替我解围。抱歉诸位，我太太不善饮酒，我替她，最后我俩都被灌了个七七八八。上了家常林肯，我不经意望向窗外，正对上谢思源讥诮的眼神，他唇角微勾，一脸嘲弄，好似我有多么可笑。我关上窗，认真地向厉庭深道谢，厉先生，谢谢您今晚替我解围，包括在谢思源面前。厉庭深声音低沉，透着酒后的微醺，陈念，我们是夫妻，你不用跟我客气，我们不过是人前的表面夫妻，您帮我是情分。我低头，厉庭深缓缓抬起胳膊修长的手指，挑起我的下巴，轻轻嘛，洒喃喃道，陈念，如果我不想只跟你做表面夫妻呢？厉庭深长了一副足够惑人的皮囊，此刻他眸色深沉，水润身体，缓缓向我靠近，带着酒香的呼吸喷在我的下巴，声音低沉，蛊惑眼中的欲望，毫不掩饰。都说酒后乱性，还真挺有道理的。一向清冷禁欲的厉庭深，此刻直勾勾地看着我的唇。我偏头躲过他的触碰，厉先生，您喝多了。厉庭深一顿，捻了捻空了的手指，重新坐了回去。他捏了捏高挺的鼻梁，抱歉，我确实是喝多了。之后，车厢内再也无言，有一种掺杂着暧昧的尴尬缓缓流动。我紧张的一动不敢动，好在厉云素一直在家等我。我一下车，他就拿着绘本朝我跑来。我借机牵着他的手回了2楼。晚上，我把厉云素哄睡，
打开手机看招聘信息。谢思源有一点说的是对的，我学历不低，其实应该走进职场，而不只是做一个保姆。经过上一场婚姻，我明白，女人还是应该有事业傍身，否则等男人不再需要你，你就只能下堂这样的难堪，我再也不想经历一次。如今厉云素需要我，我还能待在厉家，可是哪天他不需要我了呢？虽然我现在的身体跟心理状况还不能马上适应职场，但多了解一些总归是没错的，免得今后被动。只是我正看着厉庭深，突然给我发了一条消息，陈念，送杯咖啡上来。我一愣，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因为这种事情一直都是有阿姨在做，而且厉庭深最开始就警告过我不准上3楼，但是质疑的话还是没有说出口。我下楼给厉庭深磨了一杯咖啡，但是站在3楼楼梯口却有些纠结，这不会是什么新型考验吧？我真的上了3楼，他是不是就要开除我了？难道他是因为今晚在车里我拒绝了他，所以记恨上我了？纠结再三，我还是没敢踏上楼梯，半步给厉庭深打电话，厉先生，您的咖啡我给您端过来了，您下楼拿一下吧，麻烦帮我端上来，幸亏我提前点了录音，将来他如果为难我，我也可以拿出证据，我可真是太聪明了。我挂断电话，敲响厉庭深的卧室门，见他说，我只好推开房门，结果视线却正好与厉庭深对上。他应该是刚洗完澡，身上只穿了一条黑色浴袍腰带，松松垮垮的系着腰，却格外窄，露出胸前大片饱满的胸肌，晶莹的水珠正从他的发丝上滴落，顺着完美的下颌线滴到胸肌上，没进浴袍里。美人出浴图太香艳了，我慌忙低下头，不敢再看。厉庭深接过咖啡，指尖蹭过我的手指，我紧张地向后退。厉庭深声音低沉地问，这么怕我陈念，我是洪水猛兽吗？我脸红到脖子，急忙转身往外走。陈念，厉庭深叫住我，以后我的房间你可以随便进。他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话，我脚下不停，匆匆下楼。第二天早上起床，我有点头晕，嗓子也疼，可能是昨晚喝了酒，又一晚上没睡好，感冒了。我没想到我下楼的时候，厉庭深也在他正闲适地坐在沙发上看财经报纸。最令人惊讶的是，以往标准3件套的男人，今天竟然穿了一件高领的黑色毛衣，戴了一副无框眼镜，愈发显现出完美的身材曲线，衬得下颌线凌厉流畅，就很当像发情的孔雀。早上好，嗨嗨，我想打招呼来着，却没忍住咳出声。厉庭深放下报纸，声音低沉，感冒了，好像有一点点。厉庭深几步走过来，抬手放在我的额头上，动作自然流畅，吓得我浑身紧绷。不严重，我泡个板蓝根喝，应该就好了。没想到厉庭深说，你坐下休息，我帮你泡。他动作堪称温柔的将我扶到沙发上，迈着长腿走向料理台。不得不说，这身男人最当的衣服穿在厉庭深身上简直当到没边了。他长身玉立，低头倒水的样子令人赏心悦目，满满的人夫感。我不禁想，也不知道厉云素妈妈什么样能配上这样优质的男人。喝完药，我担心影响厉庭深工作自觉，回了卧室。我睡了一会儿，迷迷糊糊被陌生电话吵醒，刚接通，对面就传来谢思源的声音，陈念。是我刚要挂电话，他急忙道，陈念不准挂我电话，我现在就在厉家别墅门外，如果你不想闹到厉庭深面前的话，就立马出来见我。我的确不想闹到厉庭深面前，
因为我不想让自己不堪的过往坍塌在任何人面前。想到这，我披上衣服出了门。我一走出别墅大门，谢思源立马迎了上来。陈念，你闹够了，没有堂堂谢家夫人，跑到人家当保姆，你不觉得丢脸？我还丢脸呢。我说陈念别装了，再装就过头了。你昨晚精心打扮一番混进宴会，不就是想让我后悔吗？好吧，我承认你走后，我的确是有点后悔。现在我给你个回来的机会，只要你肯承认错误，低头跟我妈还有我姐道歉，我就同意跟你复婚，你就再也不用低头哈腰给人当保姆了。谢思源，我没错，你让我承认什么错误？我无语，陈念你竟然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看来你吃的苦头还不够。谢思源竟然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我正要反驳，突然一道圆滚滚的身影冲向谢思源，竟然是刚从外面回来的厉云素。他一头撞向谢思源，气得瞪大眼睛。我妈妈才没有错，我妈妈天下第一对。说完，他乖巧地抱住我的大腿，贴着我站住。我跟谢思源全都愣住，这个小屁孩竟然喊我妈妈。在他以为我受到欺负的时候，竟然第一反应是冲到前面保护我，维护我。我心上一片柔软，紧紧抱住厉云素。谢思源被撞了一下，半天才回过神来。小孩，你叫她什么？她不是你家保姆吗？谢思源搂住我的脖子，以保护的态势将我的头搂进怀里。你才是保姆，你们全家都是保姆。陈念是我妈妈，我最爱的妈妈。说完，小孩还有点不放心，紧张地看向我。陈念，你当我妈妈好不好？我以后一定听你的话。我点头，眼中湿润云秀，我本来就是你妈妈。厉云素撇着嘴，将我抱得更紧。哦，我明白了。谢思源突然诡异地笑出来。陈念，你是不是骗小孩喊你妈妈？你是不是想靠孩子上位？陈念，我告诉你，厉庭深可是圈子里有名的冷面煞神，冷血无情。他要是知道你算计他，肯定饶不了你。我还没说话，腰上突然多了一只温热的手。厉庭深竟然听到动静，从家里走了出来。他将我往怀里揽了揽，把我跟厉云素放在怀抱之下。谢总，上次你诋毁我太太，所以我撤销了跟谢氏医疗的合作。我原本想找个机会跟其他医院解释一下，这只是我跟谢总的个人恩怨，不必因为我影响你们之间的合作。但是谢总今天找上门来，惹我太太生气，我想我大概没必要解释了。谢思源瞬间愣在原地，嘴角的狞笑迅速垂下来。厉总，您是什么意思？太太？谁是您太太？厉庭深抬手将我被风吹乱的发丝掖到耳后，重新看向谢思源。谢总，你还没明白吗？还是你只能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陈念就是我太太，也是我孩子的妈妈。谢思源身形晃了晃，眼看就要摔倒。厉庭深吩咐管家，管家送客，以后再有乱七八糟的人来骚扰太太，第一时间告诉我，并报警。说完，他从我手里接过厉云素另一只手，却拥着我往家里走。回到家，我立马不自在地从厉庭深怀里出来，牵着厉云素的手回了房间。云素，你今天白天去哪里了？我怎么一天没看到你？厉云素委屈巴巴地撅嘴，嗨，别提了，我爸把我送幼儿园去了。为什么突然送幼儿园啊？还不是因为我爸说不能让你太辛苦，怕你累到他，还要让我给你们留出单独相处的时间。为什么要给我们留出单独相处的时间？我不解，爸爸说要跟你培养感情，
这样你才不会扔下我们爷俩。厉云素刚说完，厉廷深就站在了门口。云素下楼吃饭，不要打扰妈妈休息。再次听到妈妈这个称呼，我还是觉得十分不好意思。厉云素在我额头亲了口，妈妈，我先去吃饭了，待会儿再来陪你。厉云素走后，厉廷深却迈着长腿进了我的房间。好点了吗？他声音温柔地问。他依旧穿着那件黑色高领毛衣，坐在我面前倒三角的身材格外的有冲击力。我急忙偏过头，厉先生，谢谢你为我出气。不过您千万不要因为我影响您的商业判断不值。当厉廷深低笑，怎么不值当？我是说，我不值得你这样做。厉挺身，身体前倾，与我更近。陈念，我说过，我们是夫妻保护，你是我的责任。可我纠结，别再提表面夫妻的事情。陈念，我现在想跟你做真正的夫妻。厉廷深说。我没想动厉廷深打直球啊，顿时脸红得发烫。厉廷深又笑，我会给你10件事，不过我现在想要索取一点作为丈夫的福利。说罢，还没等我反应，他的身体已经压了过来。厉廷深修长温热的手抚过我的脸，克制地在我额头上落下一个吻。我紧张的大气不敢传脸，也更烫了。厉廷深笑着问，这个尺度还可以接受吗？我缓缓点头，又尴尬地转过脸去。陈念不急，我们慢慢来，我们有的是时间。他抬手给我掖好被角，便轻手轻脚走出了房间。第二天，厉云素还是不情不愿被送去了幼儿园，我的感冒也基本痊愈。厉廷深穿了一身简约的休闲装，柔声邀我一起去看电影。经过昨晚的相处，我心想，反正已经领证，若能慢慢培养出感情也挺好，便换了条裙子，上了他的车。厉廷深选了一场国外爱情片，影片的情感表达比较浓烈，影院里萦绕着暧昧的氛围。他缓缓向我靠近，幽深的眼眸望着我，轻声问陈念，可以吗？我闭上眼，轻轻点头。带着薄荷清香的吻落在唇上，起初是轻柔的触碰，而后渐渐加深，让我几乎忘了呼吸。不知过了多久，他才松开，竟又问，这个尺度可以吗？我又羞又气，抬手轻捶他的胸口。厉廷深没想到你这么坏。他攥住我的手，认真道，我没经验，怕吓到你。我心里暗自腹诽，骗谁呢？没经验的话，云秀从哪来的？他低低应了一声，又俯身轻轻吻了上来。当晚哄睡厉云素后，我接到厉廷深的电话，让我给他送杯咖啡。刚敲响房门，就被他伸手拉了进去，一个温柔的吻落在唇间。他身上的清冽气息让人安心，将我轻轻抵在床边，在我耳边低声说，陈念，我不想慢慢来了，想早点靠近你，可以吗？我羞得说不出话。他轻轻牵起我的手，温柔地帮我理了理衣领。之后，厉廷深将我揽在怀里，递来一沓婚庆公司的宣传册，声音温柔，陈念，挑一家吧，我想不及你一场盛大的婚礼。我摇摇头，不用这么麻烦的。他却轻轻按住我的手，语气坚定又温柔，需要的，我要让所有人知道，陈念是我的妻子。我多希望第一次见你时，就能把最好的一切都给你。我忍不住笑了，第一次见面，我们都不了解彼此，哪会想到这些？他凑近我的耳边，轻声说，陈念第一次见你，我就动心了。我们的婚礼盛大而隆重，邀请了不少亲友名流，还登上了当地新闻的头版头条。我嗔怪厉廷深太过招摇，
管家笑着劝道，先生向来低调，这还是第一次这么用心，太太就依着他吧。我听后便也不再多说。婚礼当晚，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电话，我刚皱起眉，厉廷深便伸手挂断，轻轻揽住我。厉太太专心写后来的一天。厉廷深轻轻绕着我的发丝，神色略带腼腆地说，陈念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示意他说下去。他缓缓开口，云素不是我的亲生儿子，他是我姐姐的遗孤。顺着他的话，我知晓了云素的身世。厉廷深初中时父母意外离世，全靠姐姐拉着长大。姐姐结婚生下云秀后，一场车祸夺走了他和姐夫的生命。厉廷深便将云素记在自己名下，悉心抚养。我本来想着这辈子和云秀相依为命就够了，可你的出现让我的生活变得不一样了。我愣了愣，忽然反应过来，这么说，你之前真的没谈过恋爱？厉廷深脸颊微红，轻轻点了点头。我心里满是惊喜，只觉得自己格外幸运。日子安稳过着，这天我从医院出来，厉云素立刻跑过来，一脸紧张地问妈妈，你不是病好了吗？怎么还来医院？我俯下身，温柔地揉了揉她的头，因为妈妈肚子里有小宝宝了。厉云素瞬间跳起来欢呼，耶，我要有妹妹了。我故意逗她，要是弟弟呢？她皱着小眉头，认真思考。弟弟的话，我就教他玩玩具；要是妹妹，我天天保护她。童言无忌的话，让我的心里满是温暖。准备去停车场时，一个衣衫破旧的男人突然拦住我。我刚想掏些零钱，他却喊出了我的名字，陈念。我定睛一看，才认出是谢思源。他头发杂乱，神色疲惫，和从前判若两人。厉云素本能地挡在我身前，我拉过他，惊讶地问谢思源，你怎么变成这样了？谢思源捂着脸哭起来，拉着我的手祈求陈念帮帮我。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厉廷深爱你，你帮我求求他，他一定听你的。我忽然想起厉廷深提过的谢家变故，他先终止了和谢氏医疗的合作，不少医院也随之断绝往来。可谢氏的器械因质量不达标，出了人命事故，紧接着又爆出偷税漏税。谢思源那位一向被他敬重的姐姐，竟早已偷偷转移财产。事发后，举家移民把烂摊子全留给了他。最终谢氏破产，他的资产也被依法收缴。厉廷深还曾说，我无意间帮他躲开了一场厄运。看着眼前的谢思源，我心里毫无波澜。陈生说，谢思源生命从无高低，你的过错造成了悲剧，就该承担后果，没人能替你逃避。这时，厉廷深从医院走了出来，他刚和医生沟通完我的孕期注意事项，快步走到我身边，牵起我的手，温柔又坚定地说，陈念，我们回家，